大家好，我是苏苏姐家的桃子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甜心宝贝玩偶白兔先生。本教程电子图解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趣之社就能查看。这款玩偶由主体和配饰组成，主体由手、腿、身体、尾巴、头和五官组成。先估知主体，再制作配饰。首先学习主体的钩织。这款产品大部分使用表格图解的形式，往下我教大家认识一下表格。表格中用 R 加数字表示圈数， H 加数字表示行数，加减针情况说明这一列，表示钩织当前这一圈时需要用到的针法以及加减针的情况。总针数这一列表示当前这一圈所有针法全部钩织完成后的总针数。先来学习手的钩织，有相同的两个，都是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绕圈钩织。这款玩偶均是用10字短针钩织，后面统称为短针。用到的针法有 X 短针、V 短针加针、W 短针一针放3针、A 短针减针。下面请看演示。为了方便大家看得更清楚，这里我用任意线材演示，具体的线材、配色以及钩针的型号，请参考对应产品的详情页和纸质图解。首先，锁针起5针，完成后来钩第一圈。倒2表示在倒数第2针上钩织，从钩针一侧往回数，也就是这一针。调锁针上方的半针钩织，先钩一个短针，注意钩10字短针。钩好后，相邻一针，锁针也钩一个短针，继续相邻一针钩一个短针，还剩一个锁针，在这一针上钩一个短针一针放3针，也就是在同一位置钩3个短针。钩好后旋转织片，调锁针，剩下的2根线钩织，先依次钩2个短针，收好线头。钩好后钩一个短针加针，也就是在同一位置钩2个短针。完成后挑第1个短针，引拔连接，拉紧，这样第1圈就完成了。有起针线头的一面是反面，另一面则为正面，后面钩织时都是正面对着自己。线头可以剪断，也可以不处理，作为填充物。下面来钩第2圈，这一圈不加不减钩织，表示1针对1针钩织。钩好后，针数和上一圈一样，把这一圈钩完。
钩好后挑第一个短针，引拔，拉紧，这样第二圈就完成了，正面翻朝外。接着来钩第三圈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小括号里的针法表示为一组，乘以几表示重复钩织几次。先来钩第一组，先依次钩4个短针，接着钩一个短针加针，这样小括号里的一组就钩好了，再钩一组。钩好后引拔，拉紧，完成后第3圈就钩好了。下面大家对照表格一直钩完第14圈，针法都演示过了，大家自行对照表格钩织即可。下面来钩织第15圈，先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然后钩8个短针。钩好后钩一个短针减针，来看一下，针目有这样的2根线，靠近自己的这根是前半针，远离自己的这根是后半针。先穿入第一针的前半针，再穿入左侧相邻的前半针。现在钩针上有3个线圈，绕线从前2个线圈中钩出，再绕线依次穿过，短针减针完成。这种直挑前半针钩织的方法称作隐形减针。用这种方法钩织，针与针之间缝隙比较小，织物整体更精致。往下对照表格把这一圈钩完。钩好后与第一个短针引拔，拉紧，这样第15圈就完成了。下面大家对照表格，把手剩余几圈钩完。后面小括号的针法所表示的意思和之前相同。后面钩织时边钩边填充。钩好后预留约30厘米的线头断线，然后按照同样的方法再钩一只手，钩好后放一旁备用。到这里手就讲完了。下面来学习腿的钩织，腿也是有相同的2个，都是由主体和肉垫组成。先钩织主体，然后再制作肉垫。主体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绕圈钩织。用到的新针法有 TW 中长针1针放3针 T 中长针，下面请看演示。大家先对照表格把起针和第1圈钩好，这里我已经提前钩好了。下面来钩织第2圈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然后钩一个短针加针，接着钩2个短针，钩好后钩5个中长针，
完成后钩3个中长针1针，放3针。先来钩第一个，也就是在同一位置钩3个中长针。1、2、3，这样一个中长针1针放3针就钩好了。再钩2个。接着对照表格把剩下的几针钩完。完成后引拔结束。这样第2圈就钩好了。下面来钩第3圈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翻面，然后沿着上一圈一一对应钩引拔针。注意翻面后针目在左上方的位置。这里的引拔针不要钩得太紧，以免后面不太好入针。钩好后，钩一个引拔针连接，拉紧，预留一点线头断线。这样第3圈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第4圈，先翻面，也就是将织物正面对着自己，然后在第3圈倒数第12针上接线。接着钩5个短针，完成后钩6个锁针，然后从第3圈倒数第11针上入针，钩7个短针，也就是刚刚接线的旁边一针上。这里的5针上分别钩1针，
钩好后，在这5针旁边1针上再钩1针。收好线头，这样7个短针就钩好了。钩好后再钩8个锁针，然后在刚刚钩织的这7个短针，第1针入针，依次钩7个短针，钩好后钩10个锁针，然后从第3圈倒数第10针入针，钩9个短针，第1针钩好后，在刚刚的这7个短针上分别钩1针，最后1针在第3圈钩织，接着钩10个锁针，然后从倒数第9针入针开始钩织，下面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，把这一圈剩余部分钩完。最后在剩余的辫子上钩8个中长针，钩好后与刚刚钩织的第1个短针引拔结束。这样第4圈就全部钩好了。下面来钩第5圈，沿着第4圈1圈正目钩织，
勾好后引拔结束。这样第5圈就勾好了。下面大家对照表格，把剩余部分勾完。后面钩织时边勾边填充。全部勾好后，预留约30厘米的线头用于收口和缝合。大家看，我这个是脚勾好后的小样，现在来收口，把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。然后依次从最后一圈前半针穿过，拉紧，剩余的线头暂不处理。接着剪约30厘米的定型条，对折，然后从腿倒数第3到4圈之间穿入，一直穿到脚为止。这样一条腿的主体就完成了。下面来学习肉垫，由钩织部分和绣织部分组成。钩织部分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钩织。大家先对照表格将它钩好，钩好后将它缝到脚底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大家看，我这个是肉垫，钩完后的样子，然后用预留的线头将它缝到脚底。竖向缝合，下方与第1圈对齐。缝合方法没有要求，牢固就可以。缝好后，继续用线头在上方第2圈绣4条线段，每个线段大约0.5厘米，绣2次。
绣好后，把线头在腿里面藏好即可。起针多余的线头也在腿里面藏好。这样一条腿就完成了。下面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再钩一条腿。注意，另一条腿安装电线条时，在相对的一面安装。到这里，腿也讲完了。下面来学习身体的钩织，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绕圈钩织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在正式钩织之前，先学习钩织的基本姿势，具体的线材、配色以及钩针的型号，请参考我们对应产品的详情页和纸质图解。起针是环起，表示起针方法是环形起针。将线头在左手小拇指上绕一圈，从中指与食指之间穿过，接着用拇指和中指捏住线头，右手拿起钩针，放在线的下方，逆时针绕一圈，钩针上形成一个线圈，左手拇指和中指捏住线圈交叉的位置，线圈要大，将钩针放在线的左侧，绕线，将线钩出，环形起针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第一圈 ，R1 是6x，x 前面的数字是几，就钩几个短针。这里表示在起针的线圈里钩6个短针。先立一个锁针，作为短针的起立针，绕线，将线钩出。这个起立针在表格中没有标明，实际在绕圈钩织时，每一圈的开始都要钩起立针，起立针不算一针。然后开始钩短针，这款玩偶的短针都是十字短针，穿入起针的大洞，将钩针放在线的上方，将线钩出。钩针上有2个线圈，绕线，一次穿过，一个十字短针就钩好了，后面剪成短针。右上方有一个 V 字形的2根线，这个就是短针的针目。继续钩第2个短针，穿入起针大洞，将钩针放在线的上方，将线钩出，绕线，一次穿过钩针上的2个线圈，第2个短针就钩好了。第一圈一共要钩6个短针，继续钩完剩下的短针。3、
4、5、6，表格中对应的针法就完成了。完成后，收一下起针的线圈，直接拉紧线头，收紧织片中心。这样线圈就收好了。接着，在这第一圈第一个短针针目上勾引拔针结束。穿入，绕线，将线勾出，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引拔针完成，不算一针，需要拉紧。引拔针在表格中没有标明，实际在绕圈钩织时，结尾都要勾引拔针并拉紧，这样第一圈就完成了。接着勾第二圈 ，R2 是6V，V 前面的数字是几，就连续勾几个短针加针，这里表示连续勾6个短针加针。立一个锁针起立。我再强调一次，每一圈的开始都要勾起立针，后面我就不重复说明了。在上一圈第一针针目中勾一个短针加针，也就是引拔针的入针位置。在此处勾2个短针，钩织时把起针的线头放在钩针上方，边勾边收一下。一针，再穿入同一针目勾短针。2针，短针加针就完成了。继续在左侧针目勾短针加针，不要忘记收线头。第二个短针加针完成，这一圈一共要勾6个短针加针，剩下的4个全部按照每一针里勾出2个短针的方法来勾。最后一个短针加针完成后，要核对一下针数，从最后一针往回倒数。1、2、3、11、12，这一圈一共12针。接着在第一针上引拔，一定要注意，没有特殊说明时，每一圈结束后都要与第一针引拔。拉紧，引拔针完成，起针多余的线头可以直接剪断，也可以在第3圈时藏一下。第2圈就完成了。继续勾第3圈 ，R3 是括号 XV 括号乘6，这里的括号表示为一组，乘几表示重复钩织几次。先勾一个短针，往下勾一个短针加针，
一组括号 xv 括号就勾好了。我再演示一组，先勾一个短针，再勾一个短针加针，这是第二组。这一圈要重复勾6次 xv， 剩下的4次全部按照一个短针一个短针加针的方法来勾。最后与第一针引拔，拉紧，第3圈就完成了。可以看一下，织物正面纹理清晰，反面纹理模糊。我们将纹理清晰的一面作为正面。下面大家对照表格一直勾到第26圈，勾好后断线，往下大家自行将它勾好。下面来钩织第27圈，从倒数第20针接线。然后钩织对应数量的短针，收好线头。剩余针目不钩织，钩好后不用引拔，这样第27圈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第28圈，先钩12个锁针，然后从第27圈第3针入针开始钩织。对照表格针法依次钩织。最后 K 表示空针，也就是最后空2针不钩织。这样第28圈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第29圈，先钩16个锁针，然后从第28圈第3针入针开始钩织。钩好后第29圈就完成了。下面大家对照表格一直钩完倒数第2圈。大家看，我这个是钩完最后1圈前的小样。下面来钩最后1圈。先沿着每一圈剩下的针目钩织，最后再沿着倒数第2圈的针目钩织。钩好后与第一个短针引拔，拉紧。
预留约50厘米的线头断线。然后塞入适量填充棉。大家看，这个就是身体勾好后的样子。接着剪约50厘米身体同色线，穿入缝针，然后在身体第11圈勒腿窝，在身体两侧勒出腿窝。任意一侧穿入，相对的一侧穿出。再将线穿回线头位置，间隔一点穿入。再穿一次，拉紧，最后再穿回线头位置。然后把2个线头打死结固定。最后将线头藏到身体里面。这样身体就完成了。下面将腿缝到身体两侧，把腿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，然后在腿窝位置缝合。先将定型条插入身体里，然后开始缝。注意，身体较低的这一面是前面，所以缝合时脚朝前。如果定型条较长，将它剪断一点。缝合方法没有要求，牢固即可。
大家可以多缝几针固定，缝好后将线头打结藏好。这样一条腿就缝好了。下面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把另一条腿也安装好即可。注意安装时脚朝前，接着将手缝到身体两侧，先剪约38厘米定型条对折，然后在身体侧边第29圈到第30圈之间插入。大概在腿的上方，另一侧相对的位置穿出，然后将两边预留的定型条插入到手里。用手预留的线头挑最后一圈的针目与身体缝合，缝好后打结长线。这样一只手就安装好了，然后将另一只手也按照同样的方法将它缝好。这样腿和手的安装就讲完了。下面来学习头的钩织，这里我用小样说明一下。头也是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绕圈钩织，没有用到新的针法，大家对照表格将它钩好即可。注意最后几圈钩织时边钩边填充，全部钩好后预留线头断线、收口、长线即可。完成后先放一旁，待部分配饰制作好后再组装。这样头的钩织就讲完了。
下面来学习尾巴的钩织，也是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绕圈钩织，钩好后预留约20厘米的线头，将它缝到身体后面。第11到第12圈处，缝合方法与手相同，也是挑针目与身体缝合。下面大家自行将它钩好并缝好即可。这样尾巴也讲完了。下面来学习五官的制作，由眼睛、鼻子、腮红和耳朵组成。先学习鼻子的钩织，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绕圈钩织。大家对照表格将它钩好，钩好后预留约30厘米的线头，将它缝到头前面大致中间位置。上方与第20圈对齐，下方与第28圈对齐，然后沿着一圈缝合。起针位置在右上方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将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，将鼻子放在对应位置，然后沿着最后一圈针目缝合。边缝边调整，不要缝歪了。还剩一点位置时，塞入填充棉。缝好后藏好线头。这样鼻子就缝好了。缝好后，在鼻子上方一点位置缝至线段。现在倒数第3圈，缝至这样的 V 字形线段，然后在下方缝一条竖向的线段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先剪约20厘米黑色的线，抽取其中一股，穿入缝针。现在倒数第3圈，绣 V 字形线段。这里的线段绣2次。
然后绣竖向的线段，大约占3圈。绣好后，将线头在鼻子里面藏好即可。最后可以用缝针蘸取少量胶水，将线端固定一下。这样鼻子线段就绣好了，鼻子就讲完了。下面来学习眼睛织片的钩织，有相同的2个，都是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绕圈钩织。大家对照表格将它勾好，勾好后将它粘到鼻子两边，距离鼻子1点距离，上方与头第19圈对齐。粘好后，在眼睛织片右上方1点，分别粘1颗半珠。下面大家自行将它完成，这样眼睛就讲完了。下面来钩织腮红，腮红也是有相同的2个，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绕圈钩织，钩好后预留线头，在眼睛两侧缝合，也是反面朝外，上方大约与头第22圈对齐。缝合的方法和鼻子相同，大家自行将它缝好即可。下面来钩织耳朵，耳朵也是有相同的2个，都是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钩织。用到的新针法有 T 位、中长针加针、F 长针。下面请看演示。掀起对应数量的锁针，然后从倒数第2针开始钩织，先钩7个短针，钩好后钩5个中长针，接着钩中括号里的针法，中括号表示在同一位置钩织，先钩1个短针，2个锁针，然后在同一位置再钩1个短针。下面对照表格把剩余针数钩完。钩好后，第1行就完成了，预留线头断线，将第1行的正面作为耳朵的正面。下面来钩织第2行，在上一行最后一针从反面接线，
立一个锁针起立，钩7个短针，将线头在反面收好。钩好后，钩5个中长针，接着钩一个中长针加针，也就是在同一位置钩2个中长针。然后在锁针洞里钩5个中长针，往下对照表格把剩余的针数钩完。钩好后，第2行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织第3行，这里我先钩织左耳，这一行钩织时需要包裹定型条，剪约20厘米的定型条，然后将外面包裹的皮去掉。下面大家把剩余的部分去掉，这里我已经将皮全部去掉了。完成后来钩织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翻面，钩11个短针，钩的时候将定型条放在钩针上方包裹进去，开始预留一小节。钩好后，钩一个短针，一个短针加针，重复2次。接着钩一个中长针加针，完成后钩一个长针，一个锁针，同一位置再钩一个长针。下面对照表格把剩余部分针数钩完。
钩好后预留约20厘米线头端线。这样左耳第3行就完成了，左耳就钩好了。下面大家对照表格把右耳也钩好。右耳前2行与左耳相同，第3行针法顺序略有不同，钩织方法都演示过了。第3行钩织时也需要包裹电线条。钩完后也预留约20厘米线头端线，下面大家自行将它完成即可。耳朵都钩好后，将它缝到头上方，在起针位置两边，缝的时候稍微倾斜一点。下面我以任意一只耳朵演示一下，将耳朵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，先将多余的电线条插入到头里面，将正面朝前，注意耳朵稍微倾斜一点。缝合方法没有要求，牢固即可。缝好后，将线头在头里面藏好。这样一只耳朵就缝好了，另一只耳朵在对称的位置将它缝好即可。这样耳朵就讲完了，到这里五官就全部讲完了。下面来学习配饰，配饰由衣服、披肩和领子组成。先学习衣服的钩织，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来回往返钩织。大家先对照表格钩完前13行，下面演示一下剩余部分。前13行钩好后，下面来钩第14行，这里我用小样演示，行数不做参考。先钩6个锁针，然后从倒数第2针开始钩织。锁针钩好后，挑针目钩织，钩好后
第14行就完成了。下面大家对照表格勾完第28行。前28行勾好后，下面来勾第29行，我继续用这个小样演示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翻面，这里勾普通短针减针即可。先勾2个短针的未完成针，穿入针目，将线勾出，这是第一个，再勾一个，然后绕线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短针减针完成。下面对照表格把这一行勾完。勾好后，第29行就完成了。下面大家对照表格，一直勾完倒数第3行结束。大家看，我这个是勾好后的小样。勾好后来钩织倒数第2圈，这一圈沿着织物1圈，勾1圈短针，先立个锁针起立，翻面，针目位置调针目钩织，拐角位置勾一个短针加针，侧边就调侧边的1到2根线钩织。同样拐角勾一个短针加针，下面就按照这样的方法把这一圈勾完。针目位置调针目钩织，侧边就调侧边钩织。遇到拐角，多勾一个短针加针，往下把这一圈勾完。勾好后，在第一个短针入针位置再勾一个短针，然后与第一个短针引拔连接，预留约30厘米的线头断线，这样倒数第2圈就勾好了。接着来勾最后一行，另取线，沿着衣服下摆勾一行短针，从拐角加针第1针上接线钩织，一直勾完引拔前的一个短针。勾好后预留一点线头断线，把最后一行正面的一面作为衣服的正面，将线头在反面藏好。
这样最后一行也勾好了。最后用预留的线头将衣服缝合好，从最后一行两边的针目缝合。缝合时可以不用一针对一针缝，缝好后平整即可。缝好后，将线头在衣服里面藏好。这样衣服就缝好了。衣服缝好后，在下摆这里缝一圈丝带。缝的时候缝出褶皱，在衣服的反面缝合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剪约1米的丝带，然后再剪约50厘米的衣服同色线，抽取其中一股穿入缝针，末尾打结。从衣服的背面开始缝。先在衣服反面固定好线头，取出丝带，开始可以折叠一点，边缘露出约1厘米左右。往下把这一圈缝完。
最后可以跟开始位置重叠一点，缝合。将多余的部分预留一点剪断，向里折叠一点，缝一下固定。最后将线头在衣服里面打结藏好。这样丝带就缝好了。接着将衣服缝到身体，先将衣服从上向下套到身体，缝合的位置朝前，注意两侧凹陷处在手下方。然后检约50厘米衣服同色线，进行缝合。先在衣服里固定好线头，注意两侧凹陷处在手下方。较长的一面放在后面，然后沿着倒数第2圈与身体固定一下，随机找几个点固定即可，不用一针一针缝。往下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将它全部固定好。固定好后，在衣服里面藏好线头即可。下面大家自行将它缝好，这样衣服就讲完了。下面来学习披肩的钩织，由前胸片和后胸片组成。先来学习前胸织片，由主体和装饰组成。主体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钩织。大家先对照表格将前6圈都钩好。下面我演示一下最后2圈的钩织，请看演示。大家看，我这个是前6圈钩好的样子。下面来钩第7圈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翻面，先钩一个短针1针，方3针，然后沿着织目钩对应数量的短针，
最后一针钩一个短针1针放3针，然后沿着侧边钩5个短针，起针位置边缘钩一个短针1针放3针，然后沿着起针剩余的2根线钩织，边缘1针钩短针1针放3针，侧边钩5个短针，钩好后与第1个短针引拔连接，拉紧，预留一点线头断线，然后另取线，从第1针接线，对照表格里的针法钩织。下面大家对照表格自行将它钩好，这样前胸织片也讲完了。钩好后，把最后一圈正面作为整个织片的正面，然后在正面钩一条横向和纵向的引拔针，下面请看演示。取出织片最后一圈同色线，先钩织横向的引拔针，在第3行和第4行之间钩织。从边缘接线，然后沿着第3行和第4行之间钩引拔针，钩好后断线，将线头钩到反面，然后将2个线头分别在反面藏好即可。下面来钩织纵向的引拔针，在织片大致中间位置钩织，从边缘接线，钩好后也断线，然后将线头钩到反面，将线头也在反面藏好即可。接着在引拔针的左下方和右上方分别缝上亚克力钻，下面请看演示。
剪约20厘米，织片最后一圈同色线，抽取其中一股，先在织片反面固定好线头，然后将亚克力钻这2个孔与织片缝合，缝好后将线头在织片反面藏好，然后按照同样的方法将另一个亚克力钻也缝好，最后再剪约40厘米，线头在左上方和右下方分别随机绣出这样的 V 字形的小线段，下面大家自行将它绣好即可，这样装饰就讲完了。下面将前胸织片缝到衣服前面，有钻的这一面朝外，较窄的这条边朝上，然后将这条边与衣服倒数第2圈缝合。缝合方法没有要求，缝合牢固即可，下面大家自行将它缝好即可。到这里前胸织片也就讲完了。最后来学习后胸织片，制作方法和前胸织片相同，只是针数和行数略有不同。下面大家对照表格将它勾好即可，勾好后也缝上亚克力钻和小线段，最后再将它缝到衣服后面。缝合方法也和前胸织片相同，下面大家自行将它完成。这样胸片也就讲完了，到这里披肩就全部讲完了。最后将头和身体组装好，可以用线临时将身体和头固定一下。身体后面大致与头第29圈对齐，前面大致与收口位置对齐，然后沿着这一圈缝合。还剩一点开口，如果身体填充的不够饱满，可以再塞入一点填充棉。
缝好后打结长线。大家可以多打几个结。这样头和身体就组装好了。最后来制作领子，先剪约60厘米的丝带，然后再剪约30厘米主体同色线，抽取其中一股，先将丝带缝出褶皱，最后将它围到脖子位置，然后将首尾重叠一点缝好。下面演示一下缝合方法。取出丝带，开始位置同样先折叠一点，然后沿着边缘缝合。这里的褶皱不要太密。下面将丝带全部缝好。缝好后整理一下。这样丝带的褶皱就都缝好了。将领子围到脖子处，将首尾重叠一点缝好。然后打结断线。将领子调整一下。这样领子也讲完了，这款玩偶也就讲完了。如果大家在制作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，苏苏姐家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